郭台铭到底选不选？这边说他箭在弦上会选。那国民党跟侯友宜这边都隐忍，他们现在不去骂郭台铭，憋气，就是忍哦。那对柯文哲也是忍啊，就是说以大局为重啊。有2派讲法了，啊，有一派就觉得说就忍吧，以大局为重；一派就说忍什么杀，对吧？还忍啊？你一直忍，侯友宜民调怎么会高？现在是有2种不同的意见哈。那说他们想以拖代变啊，就是说郭台铭会到最后算了，哎呀，还是关公比较这个关公的这个比较有道理，算了不选了啊，讲义气比较重要哈，还是最后要选，现在不知道啊。那另外呢，说这个挺郭派要办参会，哦，要办参会啊。那另外呢，郭台铭哦说呢，这个台海如果发生战争，只要10秒钟，华尔街股市就会崩盘，哦，立刻崩了啊。那另外呢，郭台铭去访问 Freeman 啊，那结果呢，访问完了以后呢，你看跟 Freeman 这个左拥右抱，表示很亲热，又把文章删掉了，所以大家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删掉呢？对不对？跟 Freeman 很重要的这个专栏作家啊，为什么删呢？啊，那另外呢，这个蓝营的挺郭派要办参会，谢逸峰说，就算吃饭也不代表支持郭台铭独立参选了啊，吃饭就吃嘛，对不对？很多人吃完就拍屁股走了算了，不吃也不好意思啊，意思是这样啊。另外呢，这个张荣卫的阵营大将说，郭台铭宣布参选总统，云林半数泛蓝议员都会支持哦。那到底是会不会这样子啊？那另外呢，这个媒体问啊，这个邱奕胜啊，桃园县长桃园议长挺不挺侯友宜？邱奕胜说谢谢，快闪哦。现在大家不太愿意表态，很多时候哈。那另外呢，谈到郭台铭，他说大家都老朋友，团结才会有力量哦，要团结哦。那沈富雄说郭台铭是吴三桂，应该要下重手啊，他就是那个要下重手那一派。朱立伦说亲痛仇快的不要做，我现在不懂他这个亲痛仇快是讲郭台铭还是讲沈富雄？我们看一下。当然讲沈富雄。黄晓明郭台铭也在脸书发文，在美国与作家弗里曼分享和平宣言，20小时内马上删文，是不是受到压力？没人知，但蓝营分裂也是事实。亲者痛，仇狗跳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做。大家小我小一点，大我大一点，我们只有团结才有希望。团结才有希望。同一句话，换个方式，几个月来讲了又讲。老沈是什么意思？我讲一下哈，吴三桂是清廷的公务员，平西王嘛，就最高级的公务员。但是呢，他对清廷是固表忠贞，须臾委夷。然后呢，在地方，在中国南方拉帮结派。康熙不是不晓得，所以他就把吴应熊把他的儿子放在北京，让你做人质。最后呢，还不是造反了？现在郭台铭就是表示，你看每天都戴着帽子，有国旗，就这样，他是拉深蓝的嘛。然后在南部呢，就拉这些牛鬼蛇神。我这个周末去想哈，国民党这里头到底谁掏空国民党，害死国民党？其实这一年，最近这几个月来，这个侯友宜从40%掉到17%，自己搞了，民进党没有搞你啊。柯文哲也没有能力搞，你是自己搞的啊？谁搞呢？有4种蓝，你战斗蓝不在里面，因为你们战斗蓝算是还很乖啦，你没有做任何伤国民党的事情，所以战斗蓝排除在外。有4种蓝，这个叫孤城虐死蓝，啊，一个叫牛鬼蛇神蓝，还有一个呢是郭董蓝，还有一个是韩总蓝，啊，那韩总蓝跟孤城虐死蓝是同一类的，你不能杀他，不能骂他。不能党纪处分他，我觉得处理的办法就是请他们的头子嘛，像韩总蓝就请韩国瑜，那韩国瑜的蓝跟那个孤城虐死蓝有冲突啊，比如说防护心，对不对？那就是说谁能够代表，比如说郝龙斌啊，比如说这些，就是说能够讲动、说动防护心的这些人，请他想一个问题，就是侯友宜赢了对你比较好，还是侯友宜输了对你比较好？这个问题这么简单哦，我觉得1分钟就有答案了。那如果你觉得侯友宜赢了，国民党赢了，对我比较好，那你就马上归队，而且归队要彻底，要干脆，要有热情，要真的抛头颅血，洒热血。但是呢，你对牛鬼蛇神党、蛇神蓝就难不呢？啊，他们呢讲条件啊，这个从李登辉时代到现在，
就是一直做坏事的嘛，哦，然后呢，这个跟郭董蓝是一致的。郭董很奇怪哦，侯友宜哈的问题是，这个孤城烈子蓝讨厌他，说他不够烂，然后南部的这些这个牛鬼蛇神来说不够烂，不够烂。然后你说做警察一边从我北哈，但是郭董刚好相反，那个孤城烈子的不认为他不够烂啊，南部的也认为讲哦，马起来的有看嘞哈，袂歹。所以好奇怪哦，侯友宜在国民党这两组人啊都讨厌他，郭董这两组互相矛盾的人都喜欢他。那我请问你，是郭董是正派人物呢，还是侯友宜是正派人物？所以哦，你这个牛鬼蛇神男跟郭董男啊，只有整数严肃党纪，出去该断就断，不断更乱，永远没完没了。我跟你讲，我知道，我看到他是在头在摇了。我跟你讲，干掉郭粉就散了，郭粉就散了。你黄复兴的不能干哦，那个韩国瑜的也不能干，因为他们不会散。所以哦，该干就干。不干了还做什么党主席啊？基本上我同意你了啊，不是，我就从选举的角度来看，因为郭董杀掉以后呢，就没有人要去投他了嘛。但是而且国民党没有什么好跟郭董合作了嘛，怎么做呢？国民党还是想跟柯以及韩国瑜合作嘛，所以这两股力量是不能杀的。那郭怎么合作？他现在已经没办法合作了，而且郭基本上民调也是都第4嘛。郭基本上那个郭粉其实没有韩粉也没有这个什么其他的粉那么凝聚了，其实也是这样。来，一方兄，我认为像民调里面支持郭的所谓的郭粉里面，是不是纯粹的郭粉，我都有点怀疑。有没有人是其他人希望郭台铭出来，让在野的势力瓦解，尤其让侯友宜重创所以呢，就你做民调的时候，他就说他支持郭，其实他真的去投票的时候，他搞不好就投给赖清德或投给别人对。所以我的确真的认为这样，因为民调台湾这么小，现在人呢都变得非常聪明了。有些人就变得非常滑头。你知道做民调把它做出来，他不会告诉你心里的话，他要告诉你的是他希望达成那个目标。那目标某种程度来讲，可能就支持郭我的感觉上，我们很难去要求郭要做什么，因为这是个民主国家嘛，他有的是钱嘛，然后他又觉得他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嘛，所以他就要出来选举嘛。可是我觉得是，既然已经全代会都通过了侯友宜正式当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那其他的要选国民党的人、公职人员，尤其是要选举的。现在的那些民意代表们，你们要做个抉择了，因为你如果说郭台铭办那个活动，国民党要选立委也过去也粘上去，你被要求粘上去，还是你自己主动粘上去，这个是不管了。然后等到柯文哲办那个活动，你又粘上去，要不然你不粘，然后你在讲话，在媒体讲话，你讲的话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种话，像这个。我是坚决认为，每一个党都要党格，每一个人要有人格。你的党这样被人家吃豆腐，你自己提名的人要选举的人，结果对你自己党里面提名要选总统的人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没有忠诚度可言。你这样子容忍他们的结果，你就助长了某些人的威风，你就会让某些的怀有恶意的这些人。那些民意代表也出来跟着就跑去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我对我们沈大佬的讲法，我非常不以为然让我慢慢来跟各位报告。刚才玉芳讲的说，国民党立委候选人你不可以两个互相跑来跑去，我非常认同这个讲法。你的立场只有一个，就是你是中国国民党的立法委候选人，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支持中国国民党支持的总统候选人。至于我们讲我认为啦，郭最后也不会出来选的。但是此刻你跟他打在一块儿，你把他讲说比吴就是国民党里面的吴三桂，最后郭的很多的朋友是国民党的人呢。对。最后如果说你两方也硬厮杀以后，请问明年1月13号这些人会投
会投侯友宜，还是会投赖清德？我们先这样讲。如果说你这样打起来的话，或者这个人最多的投票方法是我不投，对侯有帮助吗？所以老沈，你的讲法，我不要去想你为什么要讲这话。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对赖清德有利。老沈，不，实际上我简单回应一下，这个郭董的现象是很微妙的，因为他现在处心积虑、动作频频啊，在没有宣布，如果他有宣布的话，在没有宣布之前，他的净效果是掏空国民党。啊，如果他真的宣布了，掏空就停了，就什么？就让柯文哲的人回去郭台铭，所以他的人是有一定的属性、一定的动作。所以现在柯文哲讲说蓝的会投白的，白的不会投蓝，很生气哦。你乱讲！我跟你讲，你的白的其实只有十来趴，你里头藏着很多郭董的人嘛。啊，郭董的人我同意，虽然你不同意我，我很同意你。我这个人是有度量的哈。我跟你讲。郭台铭的人当然是蓝的，啊，他们就是看不起国民党嘛，所以他们躲到白的那边当做避风港嘛，所以如果郭台铭出来，他们就归队去给郭了嘛，啊，柯文哲就死翘翘了，这柯文哲也知道的嘛，但是如果郭台铭没选的话，柯文哲就有虚胖，你知道吗？这是虚胖，但是这个虚胖会不会归队，看国民党的表现。老师，我讲一句话，你的讲法。赖清德喜不喜欢？你说什么？你的讲法，对这个郭董这样下重手，赖清德喜不喜欢你的讲法？赖清德绝对喜欢你的讲法。赖清德最想要的就是郭董出来选。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帮蓝的还是在帮绿的？又来了，他从来怀疑我这个。好，那么柯文哲受访的时候呢，松口说弃谁保谁都有可能。那如果35%是赖清德的地板或天花板，不能打破吗？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是说可以打破吗？要它更低啦。然后呢，再往下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说选民会替我们决定，为什么呢？因为说侯友宜已经被逼回蓝营的传统路线。就侯友宜原来不是蓝营的传统，那现在呢，因为民调低，希望至少巩固蓝营的基本盘，所以回到蓝营的基本路线。胡说八道。然后呢，这个说呢，因为侯友宜现在主打蓝军归队在日本也说啦，不统不独不武啦等等那这个亲美友日和陆和中啦等等。那郭台铭选不选？谁被气饱大家比谁气憋得久。柯文哲说。他们投他的投蓝的很困难，那投侯友宜的蓝的投白的很容易就蓝投白，白投蓝那另外呢，如果郭台铭参选怎么样？柯文哲说那3个人都零了就是侯友宜、柯文哲、郭台铭都没有，所以呢大家都挂了，他一选全部挂换句话说，只有赖清德可以开香槟了那另外呢，这个郭柯会有没有机会？柯文哲说很难，因为郭台铭不是喜欢当副手的人，换句话说，郭柯和，那郭台铭不当副手，那显然柯文哲也不想当副手，那大家都不当副手，那怎么办呢？就合不成，他的意思我们看一下。柯文哲很难缠呢，因为他会想，他会进步，太可怕了。这个主赛上场1-2万，我们都来看看谁厉害。你很有自信，大概有自信呢。自信成功了得，能 KO 民进党对手赖清德。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锁定绿营平开轰，感叹南部百姓生活惨，自己不赢台湾会完蛋，却挨批皇帝思维。民进党最大特色叫做分裂、对立、仇恨。从以前那时候本省人、外省人开始，后来叫什么天龙国跟非天龙国。搞到最后，最近是那个男性跟女性的争执，重点是年轻的，你不要老是把南部夸大。柯文哲炮打民进党不手软，提到前瞻，他更气了。前瞻计划是柯文哲跟民进党分道扬镳，你知道分手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你没有财政纪律，钱乱花，这不是我们当年要支持的民进党。8都到基隆那一段你怎么解决？
那就是鬼扯嘛。只是赖清德支持度稳定领先，非绿选票分裂，能不能整合？柯文哲始终不松口。不是，没有。郭台铭基本如果现在我还去当副手，天哪，这整个那个程序要怎么走？所以就不可能嘛。不是不可能，太难了。侯友宜就超越你了。有可能啊。如果侯友宜的民调超过你的话，那自然选民就要把我抛弃了。如果他没有超过你的话，他就被选民抛弃了。要大家比数字，民调低的自然会被淘汰。但国民党侯友宜拼命号召蓝军回归，看似有点成效。他现在已经被逼回那个什么国民党传统路线嘛，要接受9·2共识，这个就是固守基本盘。不管赖清德或侯友宜，在这一场选战当中，都已经趋向战略保守，每个人都回去拥抱自己的基本盘。对台湾的社会的发展没有开创性了。认为蓝绿死守同温层，柯文哲想赢，自己也得开创选战中的蓝海模式。南京，现在郭台铭的策略其实是很清楚了哈，就是他现在看起来，因为他既然已经说了虽千万人吾往矣啊，所以联署应该是势在必行。那他现在联署势在必行，他的就是希望能够跟柯文哲来合作嘛，因为国民党这边的合作的空间现在看起来是很低了啦哈。就说国民党要争取这个时间，就在于是郭台铭他一旦走上了参选之路之后，假设如果说他跟这个柯文哲的合作真的能够谈成的话，那侯友宜大概就没戏唱了啦哈。那但是呢，柯文哲呢有没有可能跟郭台铭合？虽然这个大佬觉得说可能性不大哈，我们刚刚这样他在这广告的时候在表达意见，但是柯文哲这人是很有弹性的了哈，就是说他今天只是说很麻烦，他是经过了这个民众党的提名要变成副手很麻烦，而且他现在讲什么啊？他之前讲了并购说啦，我们现在看到他就怕，但是柯文哲这人是很有弹性的，但是其中一个关键呢，他今天呢说。侯友宜走基本路线，9·2共识，然后赖清德也走基本路线。他说他们没有弹性，他这个是他跟郭台铭合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要去突破的啊。郭台铭是走9·2共识的哦，他是比侯友宜还9·2共识的9·2共识的一中各表的9·2共识，他讲得很清楚哎，他讲得非常清楚哎。侯友宜的问题呢是在于说。现在这个讲那个牛鬼蛇神啊，牛鬼蛇神派的地方的这些议长啊，那是大佬很看不起他们啦。但他现实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你以为这个国民党的14个县市首长他们是怎么当选的？他们也是一个这样子绑起来的、啊，绑议员，好，绑庄脚，绑绑得这样起来，因为国民党事实上地方，我想几位都有选举很深的这个选举经验。国民党在地方上面，它其实是空的啦，哈，就在于是选票这件事情啊。就这个以前国民党的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已经过世的啊，这个黄振雄副秘书长讲过，他觉得欧多马吉票啦，北多马吉票啦，你什么票你都要啊。所以说你今天呢，为什么当这个现在那些议长这边跳啊，有些人出走的时候，然后当这个金溥聪把一些刀呢指向了一些地方派系或者是党内自己人的时候，为什么朱立伦要这么急着把他们留住？因为你每一票要这样子弄起来，你今天侯友宜又没有牛鬼蛇神票，然后又没有孤城孽子兰，那你剩下的是什么呢？选举就是比实力了，好不好？如果从柯文哲讲这个话哈，如果郭台铭一出来，我们都挂了。当然是啊。如果他这样讲，谁最介意郭台铭出来？柯文哲啊，对啊，就是柯文哲。他最介意，所以他跟郭台铭的合作是最可能的。没错啊，就是这样子。来，佩君。郭台铭参选哦，赖清德开香槟，这个是好多民调已经显现，因为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非绿的参选人能够独立于赢赖嘛，所以我们一直讲说，所有的在野党里面，只要你是非绿的，你没有办法自外于此哦。但是你要说到晚上最睡不好的，应该是柯文哲没错，因为他的挪动的板块是最明确的。那有谁比国民党更担心郭台铭参选？就是柯文哲啊，因为以整个政党来看哦，国民党除了这个总统之外，还有立委战线的这2条路线同时在走，所以党中央跟各
各候选人团队的后勤跟沟通都会是更频繁的、更繁重。那柯文哲说真的，他能够搞到比2020年更多的这个政治影响力的唯一的方式，大概就是自己要打赢总统大选的这一战哦。那否则你就算是立法委员的席次增加，因为他现在看起来招兵买马的人选都是临时招来的，所以柯文哲自己是台北市长的时候，还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去发挥战力。现在就是说起来就是平民党的党主席，那不像这个朱立伦，国民党起码还是这个第一大在野党，有各地方的党部资源、能力跟党的机器，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蓝营执政的县市的这个县市长，还有民意代表可以去做平衡哦。所以柯主席恐怕自己要权衡一下，到底是柯主席比较大，还是立院党团总召比较大？那这个赵大哥说，看起来他跟郭台铭合的机会会比较高。我大胆的小小的觉得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太以本位为主义，因为他们要想的跟国民党不一样。我刚刚说国民党是有总统战线跟立委战线的，那这两组候选人看起来都是以自己的总统大选为最主要的核心思考。那如果在这个两个本位上的不同的话，他们两个的合作也许起得来，但是能不能达成他们要的效果，我有非常大的问号。我跟佩君的看法刚好就恰是在这个地方啊，因为郭台铭背后没有一个党嘛，那就是民众党，他有党嘛。然后呢，他这个郭台铭今天呢，如果说他们如果这组人真的能够合作的话，牛鬼蛇神，那民众党的没有基层啊，刚好是当做他们的基层。然后柯文哲他有空气票嘛，哈，然后他又没有这个立委选举的，他们郭台铭不会提人呐，所以刚好使得这个民众党再去立委的这个选战的这个部分，他现在已经讲了。我觉得郭台铭已经讲了啊，不，柯文哲已经讲了。现在最担心的局面呢，其实是民进党单独国会过半，所以他现在呢才要在这个立委选举的时候，他不是要让这个罗志强跟着徐巧芯的选情，他们都不会提人嘛，所以在这个立委的这个部分呢，国民党跟这个民众党呢是可以有合作空间的。他其实已经开了一条路出来，就是说你蓝白合要怎么谈，要先解决郭台铭的因素，然后要解决国会合作的这个因素，是要一层一层来谈的啦。一句话，如果郭柯配真的成型，那是最丑陋、最现实的结合。如果那个发生的话，我建议国民党跟民进党一起起来，鸣鼓而攻之，把它丑化。那丑化他会赢，没有用啊。然后这个大的党才来。他有赢的机会就没有用，你丑化他有什么用？我说一句当然有用。郭台铭啊，如果跟柯文哲合作，郭台铭绝对会提，而且不止一个，会提好多个不分区的立委。我跟你讲，这种东西我们早就猜到了。第二个呢，我不太喜欢用牛鬼蛇神这个字眼去形容一些国民党的人或跟国民党比较亲的那些政治人物，我认为他们就是派系的头子，就是山头了。地方蓝。但我要讲一句话，派系蓝。我也不认为他们真的会那样子挺郭台铭。这些人要么本身这次要选立委，要么家里人挂国民党名字要选立委。我讲都国民党的哦。要么就他的派系的人要出来选立委。是的。你如果他跳到郭台铭那边去，国民党如果不把票投给他的本人、他的家里人跟他派系的人，这些人会当选吗？对，我认为他们是聪明的，吃饭去一下打个招呼 ，OK。真正要叫人跳过去帮郭台铭站台替他选总统，没有这回事。我基本上这样的哈，就是说任何配容不容易都不容易了。对呀。哦，你说侯跟柯配容不容易？当然也不容易。那两个党对，然后呢，这个郭台铭跟柯文哲容不容易？也不容易。哦，但是呢，他们也都知道，哦，像柯文哲也很清楚，如果郭台铭出来，他就死路一条。那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到底他们这个合纵连横该怎样？哦，你问我觉得现在都谈这个问题都太早，我还是觉得说，从国民党的角度，你侯友宜就把民调拉高。对，当你民调拉高以后，你才有资格跟他谈嘛。哦，你民调低，你就跟他谈什么东西呢？你就很难谈嘛。哦，所以呢，现在要怎么和都言之过早，大家各去冲。郭台铭想的也是这样啦。哦，他想他自己去联署嘛，联署够了，他至少也取得一个候选人的资格。那这个时候再看嘛。哦，所以真的到热闹的时候，当然是9月、10月那个时候才热闹。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吧，这个民进党现在呢，所以要政务官谈政绩啊。赖清德这个礼拜六从高雄的第一场说明会起跑，好，那因为民进党把这个特别预算都常态化。前瞻预算8400特别预算，防疫预算8400也是特别预算，国防有很多特别预算，然后疫后特别预算，反正都特别预算，所以国民党就骂说特别预算被常态化了，是史上最会乱花钱的政府啊！这国民党骂这个民进党啊，然后呢，徐小新讲说呢，这个台南拿43亿这个预算，被认为说没有发挥这个原来的这个计划哈。那另外呢，这个徐小新说，这个就是陈凯琳，就是上次接受性招待那个人嘛哈，说这个台南前瞻计划呢有弊案。那黄伟哲就是说恶毒的谎言，这个沙仑科技城不是空城哦，因为被讲是空城哦。那另外呢，饶庆林啊，因为大家都在谈啊，这个卢秀燕也讲，我们这个捷运这送去5年都报名一直打回票，那饶庆也出来了，说渔港81亿哦，那我们呢？我们这个只能拿到高雄的零头呢，因为整个高雄的前瞻拿到1200多亿嘛，我们只拿到零头，而且渔港我们也没钱啊，那14个渔港是零啊，前瞻预算是零啊。陈其迈就说你们有3个渔港拿了8亿啊，什么是零？我当时一看我就知道，饶庆林讲的一定是前瞻计划。对，前瞻计划里面呢，这个渔港，这个高雄前镇渔港拿了80亿。那后来果然查的就是这样子。后来我看台东新闻也说明说呢，这个8亿是一般的预算，平常也有预算嘛，不是只有前瞻预算嘛。饶庆林台东的3个渔港是平常的预算。中央有没有补助？中央是有补助8亿，那是平常的。它指的是前瞻预算这一项，台东的渔港是1毛钱都没拿到的。然后呢，这个前镇渔港就拿到80亿。人讲这个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东西了啊。那另外呢，这个饶庆林说，这个台风因为台风灾，所以这个修缮疏浚经费，但是呢，前瞻得到补助是0。所以这个8亿是一般的预算，跟陈其迈讲的不同了。像上次他们在讲前瞻，不是民进党有做个梗图，还说台北的捷运呢，从这个铁路地下化开始，到现在拿了6000多亿。突然想到铁路地下化，那我当市议员时候的预算呢？那多久以前了？多久以前？30-40年以前了。对，你把那个都拿出来说，那是多久以前的铁路地下化？中华商场，你记得吗？那个时候都要等栅栏，后来都是地下化了哈。扯这东西真的没有什么意思。那讲是现在你这个前瞻预算到底是怎么用的？我们看一下。副总统，温暖好政是要直球对决前瞻吗？温暖好政说明会全台启动，8月5号办第1场，地点就选在高雄，毕竟这里才被在野党不断炮轰前瞻预算。蔡政府把特别预算常态化，乱花钱，所以我们定位蔡政府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会乱花钱的政府。国民党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显然没有放过。而赖清德接州风势，在说明会上，民进党将轮流邀请政务官和党进办发言人，亲自说明蔡英文政府政绩以及赖清德未来施政愿景。没有办法有捷运，你知道吗？好吧，这个到底啊，这个赖清德还有政务官要下去南部去开讲了。来，洪委员怎么看？其实现在大概就是照着民进党现在一步一步的节奏在往前走了哈，所以包括8月，包括9月，接下来大概会有在蛮长一段时间，其实演你的一道一道的政见哈，陆陆续续的这个出台了哈。但我自己是觉得，我坦白说，我其实常常当然现在在看蓝跟白的这个互动，我坦白说，我站在一个外人立场，民进党的立场。我说实话，我其实常常觉得国民党在对于白的做的一些态度跟决策，我认真说，从外人的角度，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慢性的自掘坟墓。说实话哈，今天柯文哲的什么自掘坟墓？自掘坟墓对，自杀，慢性自杀。基本上，柯文哲的这个板块的做大，坦白说，你说对民进党伤害大吗？我觉得会有一点。虽然他每天炮火四射对着民进党，但最伤的其实一定是国民党。是的，所以现在有这么多，我看国民党最强的炮手都对柯文哲是最高的晋升，就是绝对不骂柯文哲。
其实我觉得这个态度这是非常非常短视的。好，刚才在讲到前瞻的问题，赵大哥讲前瞻问题，我当然知道这一个题目是柯文哲开的嘛。这个柯文哲开这个题目，他是目的，他就是他刚才讲说，35%是不是赖清德的地板？他想打破这件事情，所以他想办法去用一个说这个前瞻，然后他想贴一个乱花钱的标签。可是我跟各位说，我觉得这一题也许柯文哲他觉得他很适合打，但其实国民党打起这一题一定是很蹩脚，也不会达成原本的效果的。你问国民党这些地方的候选人，这些地方的县市首长，以国民党现在为多吗？难道谁不想争取预算？谁不想争取更多的预算？坦白说，就国民党之前来说，其实在前瞻这一题立场上面一直是有点左右之处的。一开始说不行党啊，后面又要争取啊，这里面其实都一定有国民党作为一个在野党在这里面的两难的为难之处。我认为这一题坦白说对国民党不是一个好题目，但柯文哲前面打了以后，国民党就跟着去。其实最后的结果，我不觉得这件事会对国民党有利，反而会凸显很多国民党内在立场的矛盾。来，财委会，其实我觉得是这个状况。我经过陈水扁的总统任期、马英九的任期、蔡英文的任期，在陈水扁跟马英九大概他的8年任期大概只有2个特别，大概1个或2个特别预算。蔡英文到现在5个特别预算，前瞻这个疫情，还有2个军事采购特别预算其中包括一个 F-16V 的这个还有一个疫后特别预算。大概你再去翻开到前面看看这个李登辉时候，也没有说一个8年的总统的任期有那么多的特别预算。特别预算，什么叫特别预算？就是我在正常预算里面我觉得不足的，对，我才设的，不受它限制。因为它也有特别的功能嘛，我要刺激经济景气啦，我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你看蔡英文8年，现在其实7年了，7年有5个特别预算，你不觉得太多了吗？不是说我们在批评每次审特别预算都是在财委会审，我们真的觉得每次都在讲。你不可以摆在年度预算里面吗？年度预算因为省的预算会比较细项，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该怎么监督，该怎么去删但是特别预算你说8000多亿，只有个几页，有一个像空白支票，真的空白授权。这个平常讲，特别预算或是指定用途，当然这时候中央我分配就比较容易嘛。你去看看，我们现在讲前瞻预算好了，民进党那是2016、2017、2018的预算，那时候6都里面有4都是他们，那4都就是比较多嘛，那不就是这样子？还有我们讲台湾的渔港好了，我们讲把题目再缩小，台湾有多少渔港是吧？299个。200差一个就300个，那为什么只有前镇当然说比较大，它是远洋渔业的渔港，但是还有298个你为什么只独后那几个呢？所以我是觉得特别预算不应该常态化，因为特别预算就可以任意的指派、任意的去给。那民进党就分蓝绿嘛，分朝野嘛，我执政了我就多给嘛，结果事后现在蔡英文的任期快到了。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如此。基本上这样了就是说，这个黄委员讲说特别预算编的时候，国民党委员反对，那为什么现在又要这个反对？他是反对你不应该编在特别预算嘛？当你有这么多预算的时候，那地方当然是要嘛，我是地方也要啊，我不要白不要，而且就你已经有这么多钱了，为什么不要呢？我不要也没错啊，那不要是怎样？你这个钱是民脂民膏，也不是你民进党的，你已经编了，我怎么不要呢？所以他要也没什么，我也不觉得是有什么错了，对。我讲一下轨道计划，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是好大喜功，肥水可以分的一个计划。你看从古到今秦始皇车同轨。对不对？那你看现在那个老共，一路，都是路开进去，我的统治力就进去了。台湾这么小，我请问全国居民同胞们，你贵地，你觉得交通不便的地方，举手我看看。大部分为什么台北市花最多？因为台北市人多嘛。你有些地方人口总数不够多，密度不够多，距离太远。你给他盖捷运不让被追，谁的？
你知不知道？怎么可以这样呢？你看加州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够远吧？够长吗？够直吧？一直都没有办法，大家都觉得有一条快速道路很重要，开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沿路没有人了，就好像基隆到台北沿路没有人了。不，有人了不够了，就乘客不够。因为道理很简单，台北的捷运都在赔钱嘛，不是要赔钱嘛，是靠那个广告嘛，对不对？连台北都能赔钱，其他地方怎么赚呢？就很不容易赚嘛。所以本来这是要贴钱，但我也不认为说捷运一定要赚钱了啊。它很多时候为了疏解交通，为了环保各种因素了哈，政府贴钱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了哈。只是说他还是要去看，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需要了。休息一下再回来。柯文哲说他为什么要选？因为他看到南部生活太惨了。他说我不赢台湾会完蛋了哈。那侯友宜可以讲我不赢台湾会完蛋了哈。郭台铭他也这样讲，我不赢台湾会完蛋哈。那陈建仁说你不要信口雌黄了，随便抹黑我们了，我们中南部过得好得很啊。郑运鹏说他是井底之蛙哦。那柯文哲说民进党最大的特色就是分裂、对立、仇恨哦。2分了，民进党是2分啊，南部、北部、本省、外省，有钱没钱，反正他是会分的啊。那另外呢，这个吴欣岱说啊，你自己盖名人社宅，还跟人家收4万哦，这个年轻人5000块房租付不出来，你盖个社宅跟人家收4万，反正就打到他。我们看一下。走访南部后的柯文哲拿着个案，把矛头持续对准执政党。他35岁啊，一个月4万多块，他不敢结婚啊，租个房子一个月5000块。那我说啊，你有租金补贴啊？他说房东不给他报啊，因为报他课税啊。政府说我有租金补贴啊，他没办法用。绿营则紧咬柯文哲就是抹黑，更搬出民众党的薪水争议。只是记者递交题目问关于租金补贴问题，绿营立委倒是没回答，民众党也反呛酸绿。拼选举绿白攻防，民众看着薪水冷暖自知。怎么看？我觉得柯文哲就是要找话题嘛，因为他已经当然要找话题，技穷了嘛。选举每天都要讲话的。你看吴子嘉原先说你把政治中医化，那后来又说你开音乐会，好像有名堂。现在去查最近的民调，你开那个音乐会跑掉30%的中年人的票，所以变拍供拍有。但是柯文哲讲南部薪水只有4万，多苦啊！他错了。南部的人是低薪低价，台北市是高薪高价。那高薪高价剩下的钱多呢，还是南部低薪价剩下的钱多？很难讲哦。那就要看你什么样的 lifestyle， 什么样的生活你选择。有人在台北几年以后辛苦了啊，给不赢我要搬回来故乡，有这种情况啊。你柯文哲就是不懂，乱讲一通，因为他征收、他招考这些工作人员薪水也很低啊，非常低，你知道吗？所以他打自己嘴巴，乱讲几头。台湾的低薪、低价、低税，什么都低的现象，不是你柯文哲这个土包子可以解决的。然后说实话，我觉得刚刚这个柯文哲讲这个话，我觉得很像皇帝难巡哈。这个因为他本身就自居雍正皇帝嘛，哈，然后甚至刚才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如果我没赢，台湾就完蛋了哈。坦白说，这个话，我说实话，我自己是认为这是蛮无知的。我认为这是蛮无知的。一无知是对自己的能力无知，第二无知对台湾人民无知，第三无知我觉得对民主是无知的哈。我认为现在蓝绿各个候选人恐怕都不敢讲这个话。你说赖清德敢不敢讲这个话？侯友宜敢不敢讲这话？我认为都不敢讲这话，这还是对民主有一个程度的尊敬啦哈。我觉得这是很无知的。那第二个是他现在开始把南部讲很惨，水深火热。坦白说，前一个例子是谁？韩国瑜啊，好，但韩国瑜最后坦白说也是遭到高雄市民的反扑，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讲得很爽，知道吗？他现在一直开题，然后打了就跑，打了就跑。他现在讲得很爽，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对的策略，而且加深了他那个自己是一个优越的这个台北市市长，然后对于中南部歧视的那个印象，我觉得这个印象正在越来越加深中。来，这个佩君。
我觉得柯市长把台湾的未来讲成非他莫属哦，能不能为他的选情加分？其实我真的很好奇，因为国家治理不是只看总统一个人，基本上国家就是一个机器嘛。你有行政院，有各部会首长整个体系，然后搭配审查预算的立法院，然后来执行，变成一个有效运转的状况。那民进党执政7年，当然现在会诟病说你这个机器千疮百孔，有的不当任用官员，这个政府嘎嘎作响乱喷钱，那有的是这个施政倒行逆施，前进党倒退党同时打，机器运转失能，这些通通都得改。但柯主席讲成好像他自己拿着一把扳手进去之后，这个状况就可以全部改好。我觉得这可能倒也未必。那特别是他举这个例子，作为8年的首都市长，我觉得举得很奇怪，因为就像大佬刚刚讲的，台北的状况就是高薪高价嘛。同样的4万块的薪水在台北可能是很常见的状况哦，可是房租绝对不会是5000块，房租可能是17000、2万，这2个减下来，搞不好在南部过生活还比较简单。所以他举这个例子，我觉得没有达到他想要达成的效果。那过度凸显柯文哲自己，这当然是他的优势，可是也是民众党最危险的事情，因为民众党就只有一个柯文哲。美金。不过我觉得柯文哲他会创造标题，使得大家去讨论这个话题，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这也是这个侯友宜这边要学的。我要是侯友宜，我什么讲什么，我那个我不赢，台湾会完蛋。我讲这是中华民国最后一战啊，民主台湾的最后一战，你要。讲了一个标题之后，大家去看你讲说你内容是什么，然后呢，对于这个大佬刚才讲他里面的内容，你就会知道柯文哲这个人呢，真的是没有治国的，他没有治国的本领，你知道吗？他提出来的解决对策都是错的。他说房租这个怎么办？房租5000块，4万块，房租5000块不高他说这个因为房东呢没有给津贴啊，房东不敢去报，政府不是要补助津贴，可以津贴好于房租不报，那样怎么办呢？他说要分离课税，你怎么去分离课税啊？我今天如果是商办的话，那样怎么分离课税？怎么去切？那他也讲不出对策来。还有他说我现在去南部才知道说，我们那个非法的外劳有8万那你这样怎么解决？这个数字可能不止这个，是很严重啦。但是实际上数字不止8万，它的解决机制，它的解决是什么？他说回归市场机制，怎么可能回归市场机制嘛？就是因为它很难回归市场机制，才搞到今天这个结果。他提出来的都不是对策，只是很会创造标题而已。柯文哲这个前面市长的8年任内，大家还可以朗朗上口讲的重大的醒目的建设有没有？我是讲不出来了哈。这8年从那个，比方讲，他对我所了解，因为我的选区在台北嘛，他对议员、对有些里长的要求是有求必应，所以你看他在他市长的任内，好像被议会被攻击的好像很少，因为他自己没有他同党的议员，所以他对别的议员都是有求必应啊。还有我对他觉得。他真的欠台北市民一个道歉。5大弊案现在到底怎么样？5大弊案现在他有没有继续追下去？到底是他前面开始讲错了，还是他没有能力继续追？总要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吧。那于范兄，其实我对政治人物把自己讲成像救世主一样，说如果我没有当选，那你这个国家就完了，这个社会就完了。这个本身就会让我很不舒服。我认为一个夸大人就不会脚踏实地的去做事情。说8年市长，台北市长下来，你真的告诉我，柯文哲做了什么足以骄傲，可以让子孙觉得很骄傲的东西？就是没有嘛。台北市长不是他，台北会怎么样？会更好。我们不会欠那么多钱。我们现在在台北市，他给台北市留了那么多的债，这些债。都还是我们的纳税钱对啊。他说他有还债了，不过问题是我们看的还是你有多少建设比较重要。还有很多，你看他那北艺的东西、北流的东西，它都是。